过来状态空调，但是空调电源那边呢，结果是漏电，这边一合上电就跳闸。我们到配电箱这边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拆下来了。这之前那个房主，然后这个地方开关换了，他肯定以为开关坏了，所以换了开关。换了开关呢，结果这个地方一合闸还是跳，他这个线然后也没往上接。然后我刚才接上试了一下，一合闸就跳闸。现在我们来测量一下它这个线是什么问题。我们达到万用表的这个成10K 的这个欧姆档来测量一下，看一下对地线摆了。这个线漏电呀，看这一个还是摆了，摆的幅度还挺大。看这个蓝的，3根线都漏电。再去空调插座那边去查一下看看，把这3根线拆开，然后我们测量它们两样之间是否漏电。这2根线之间漏电。这2根线也漏电，这3根线两样之间都相互漏电呀。现在把这3根线拽出来，里边有接头，我们把接头拆开看一下。我们能看到有一路是往上走了3根线，有一路是从下边过来的。往上走的这一路，我们找找去哪里了？是到对面里边屋里的卧室里，空调的这个插座，他们用的是一路线。我们测量一下这边。一样也是漏电，线与线之间都是漏电。确定这两边的空调用的是一路线，我们就把这个线剪断，分别测量两边，看是哪边的问题。如果是往卧室里的挂机走的这路线有问题的话，那么我们这个可以修，因为往上走的线很短，能拽出来。如果是从柜机往配电箱走的，那这一路线比较长，里边的线然后咱不知道是怎么走的，可能就不太好弄了。分开这2组线，我们分别测量一下，看看是哪边漏电。先看下边这一组，这2根漏电，再看另外2根也漏电。这3根线之间两之间都漏电呀。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之前里边穿线管是铁管，比如说在拐弯的地方吧，被铁管不小心割碎了，那它就会漏电。再看一下往卧室走的这一组线，这组线还好，不漏电。这样看来，这偏偏是从配电箱到柜机的这一路线出现了问题。3根线两之间都漏电。